一辆火车在经过隧道时凭空消失，车上104名乘客人间蒸发。更离奇的是，每隔10几年，它又会莫名其妙地再次出现，又再次消失。而它每次出现，都会从现实世界又带走一个人。从1933年第一次消失，到2009年最后一次出现，车上的乘客已经从最初的104人变成了107人。列车再次出现的时候，有人曾经看到车上的一位乘客还穿着上个世纪的衣着，容貌是青春靓丽，岁月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的痕迹。这列火车是一直行驶在时间之外，还是进入了另一个平行时空呢？它的下一次出现又会在何时何地呢？解开果戈里幽灵火车的消失之谜，能否找到同样神秘失踪的马航370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果戈里幽灵火车。很多人都在猜测，果戈里幽灵火车之所以神秘消失，是因为车上携带的人头骨。这到底是一辆什么火车？怎么这车上还带着人头骨呢？那是因为这个人头骨不一般了。这是一辆从意大利开往苏联，当时前苏联首都莫斯科的蒸汽机火车。列车总共也才3节车厢，搭载了106名乘客。但最为关键的是，车上携带着果戈里的人头骨。果戈里是俄国的文坛巨匠，批判现实主义作家。哪怕你没有读过他的书，你也一定听说过他的2部作品《钦差大臣》和《死魂灵》。尤其是《死魂灵》里面塑造的人物普留希金，是世界文学史上4大吝啬鬼之一。1852年，果戈里在莫斯科离世，被葬入了圣丹尼安修道院名人陵墓。1931年，修道院拆迁，苏联政府决定将他迁葬到新的公墓。然而，当他的坟墓棺椁被打开之后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果戈里的头骨竟然不翼而飞了。经过官方调查，原来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戏剧家串通盗墓贼，偷走了头骨，将其卖到了意大利一家私人博物馆。果戈里的后人费了很大的劲，这才找回头骨。1933年春天，一位意大利军官受果戈里后人委托，带着装有头骨的匣子，登上一列从意大利开往苏联的蒸汽火车。这个火车呢，总共是3节车厢，车上的乘客包括军官的弟弟托尼和他的朋友们，满打满算是106个人。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这列火车将会走向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。当火车途经乌克兰波尔塔瓦地区，即将进入一条隧道的时候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车上军官的弟弟托尼刚刚满8岁，正是男孩子最调皮的年纪，狗都嫌烦嘛。他看到这火车将进入隧道，打起了坏主意。他从哥哥的箱子里偷偷地拿出了那个装有头骨的匣子，这不是一般的调皮了，把最重要的东西拿出来了。他心想，等火车进入隧道，一片漆黑的时候，我把这头骨摆在桌子上，等驶出隧道，光线一亮的时候，吓你们一跳。托尼一边想着恶作剧，一边打开匣子准备拿出头骨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觉得心口剧痛啊！哎呀，抬头一看，车里面的乘客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痛苦而惊悚的表情。紧接着，一个声音在托尼耳边响起：“快跳下火车！”托尼顺着车窗望过去，前方的隧道口冒出一股子白雾，扭曲而诡异呀！托尼心里一慌，没来得及多想，赶紧跑到车厢连接处跳了下去。所幸当时火车速度很慢，跳车的托尼侥幸没有死，受了一点轻伤。
托尼回头一看呢，火车慢慢驶入隧道口的那团白雾里边，就像是石头掉进水里了一样，白雾泛起了一圈圈的涟漪。等到火车完全进入隧道，白雾也很快消失了。然而，隧道里却没有了火车行驶的声音。托尼壮着胆子往前一望，火车没了。那除了托尼之外，还有一个人跳车了，是一小女孩，她也是听到了奇怪的喊声才跳的车。两个小孩沿着铁轨往回走，终于走到一个小镇，找到了当地的警察局，说明了火车消失的经过。当地警察头一回听说还有这样的事，派了2个警员带着托尼他们到现场去再次查看。来到隧道之后，经过检查，很快就有了发现，隧道外有火车行驶留下的煤灰痕迹，然而隧道内却完全没有，似乎这辆火车从来就没在隧道内行驶过。这确实有点奇怪啊，外头有，里边就没了。这2个警察不敢大意，当即收集了上行车站和下行车站的记录，结果证实了上行车站有这辆火车经过的记录，下行车站却从来没见过这辆车。火车真的是在这条隧道口神秘消失了，就仿佛驶入了一个结界一般。同时消失的还有车上的104名乘客，留下了托尼和小女孩这2个幸存者。这起事件也成为了一个至今为止的未解之谜。由于这列火车上携带有果戈里的头骨，因此人们称它为果戈里幽灵火车。然而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这起事件并没有随着火车的消失而结束，它只是一个开端而已。时间来到1955年，莫斯科地区传出了惊人的消息，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在克里米亚半岛看到了那列幽灵火车。诡异的是，它行驶的那段铁轨早就被拆除了，可是火车却像无视物理定律一般，轻轻松松地通过没有铁轨的旧河堤。您想象一下，一辆冒着烟的老式火车在没有铁轨的空中行驶，那个画面太奇幻了。消息一经传开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大家对于幽灵火车的讨论又开始热烈起来，都在猜测它究竟有着怎样的神秘力量呢？此后，每隔几年或者10几年，果戈里幽灵火车都会惊鸿一现。在1975年、1981年和1986年，都有人目睹过这列幽灵火车，而且目击者还不止1个2个。很多人，这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好奇，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的火车在现实和幻境之间行驶呢？有一位来自乌克兰科学院专门研究超自然现象的科学家叫瓦修·普罗维奇和他的一个助手朋友亚历山大，为了研究这幽灵火车，特意在乌克兰波尔塔瓦地区的铁路岔道口蹲守。2个人分别蹲守在岔道口的2方。1991年9月25号，那列传说中的幽灵火车真的缓缓出现了。瓦修和亚历山大想都没想，追上前去，抓住车厢外的把手，就跳上了火车。随后就跟火车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从此以后音信全无。而当时驻守在铁路上的工人叫博尔特，目睹了整个过程，2位科学家的失踪，让幽灵火车的神秘色彩是愈发浓厚。媒体就开始纷纷报道，人们对于幽灵火车的恐惧和好奇也就达到了新的高度。而果戈里幽灵火车最后一次出现呢，是在2009年，这可是21世纪了，离得现在可不算特别远。这一次他同样带走了1个人。1月17号，依然在乌克兰波尔塔瓦地区，
有一位名叫舒斯特的警察正在追捕一名偷车贼。两个人开着车，你追我赶，逐渐就到了铁路上。这个时候，铁路上并没有火车，也没有听到鸣笛声。偷车贼就想直接穿过铁路逃跑，没想到车胎爆了，车子就陷进了铁轨岔道间，卡在那儿了。舒斯特一看，拿着手铐慢慢悠悠地下车，准备抓住那个偷车贼。没想到这个时候，突然一声汽笛响起，接着传来了哐当哐当的火车行驶的声音。紧接着，只见离偷车贼10多米远的铁轨上是凭空出现了一辆老式的蒸汽火车。舒斯特瞬间就呆住了，哪冒来一辆火车？正分心想的时候，偷车贼已经下车了，跑到火车旁，抓住那个车厢把手就跳了上去。这一下，这偷车贼回过头来，还冲着舒斯特做了一个鬼脸，嘲讽他。但此刻，舒斯特脑海里边已经掀起了滔天巨浪，他两眼直愣愣地看着偷车贼身后的车厢。只见车厢里站着一个年轻女子，穿着上世纪的衣物。舒斯特一时之间呢，没往这幽灵火车上想，只觉得这辆火车和车上的女子都好古怪。没多想，职责所在，舒斯特就奋力直追，准备扒上火车。就在他伸手即将握住车厢把手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一声大喊：“别上去，快停下！那是幽灵火车！”舒斯特一听到幽灵火车，当时吓了一身汗，当即停下来。只见前方出现一团白雾，火车一头撞进了白雾里边，慢慢消失，白雾也就很快消散了。舒斯特这时候一阵后怕，赶紧看看救命恩人是谁。回过头来，是一名白胡子的铁路工人。也多亏这一声喊呐，不然上了幽灵火车还不知道会去向何方，什么时候能回到家乡。从此，果戈里幽灵火车成为俄罗斯最诡异的世纪悬案。从1933年第一次消失到现如今，已经过去整整90多年了。至今没有人能解释清楚幽灵火车究竟为何会消失，它又去向了何方。甚至有的网友联想到了同样神秘失踪的马航370，说不定马航370的消失与果戈里幽灵列车是去了同一个地方。假如解开幽灵列车的谜团，是不是也能找到马航370呢？幽灵列车之谜一直吸引着众多科学家投身其间进行研究，试图揭开其神秘的面纱。在众多的研究者当中，莫斯科大学的伊凡·帕特塞教授尤为执着。帕特塞教授带着由铁路专家、哲学家和其他各个专业的科学家组成的团队，在幽灵火车频繁出现的区域展开了细致且深入的调查。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探讨，帕特塞教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理论：时空扭曲。他认为，亚欧大陆上纵横交错的铁路网，作为人类建造的超大规模工程，改变了地球的空间布局，进而很可能对于时间的流逝也产生影响。当火车行驶到某些特定区域的时候呢，复杂的地理环境与强大的磁场相互作用，就有可能引发时空扭曲。简单来说，时空就像是一张平整的大网，而这些特殊区域呢，就像大网上的褶皱。火车一旦驶入这些褶皱，就会进入到一个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时空维度。为了支撑自己的理论，帕特塞教授还提到了1943年的费城实验。在那次实验当中，一艘舰船在人工制造的强磁场浓雾当中离奇消失，舰船上的人员也出现了各种诡异的状况，比如忽隐忽现、
惊慌失措，甚至精神失常。而果戈里幽灵火车进入隧道时，被奇怪的白色浓雾包裹后消失，这与费城实验的情景有着惊人的相似。帕特塞教授推测，1933年那列火车进入隧道时，很可能意外驶入了一个磁场超强的区域。这个磁场的强度远远超过了费城实验当中的人工磁场。在强大磁场的作用之下，火车周围的时空发生了扭曲，火车和乘客就被卷入了另一个时空维度。而后来幽灵火车的多次现身，则可能是因为时空扭曲并不稳定，导致火车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偶尔短暂地回到了现实世界。而不同的时空维度里，时间流速也不一样。所以2009年舒斯特所看到的车里的女子，仍然是1933年的样子，几乎没有改变。当然，这一理论还只是停留在猜想阶段。虽然科学界已经证实时空扭曲现象确实存在，但想要用它完全解释幽灵火车的神秘现象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毕竟还有很多关键问题没有答案，比如说，火车进入不同时空维度之后，为什么会再次出现？仅仅是因为不稳定吗？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有没有规律？当它下一次出现的时候，能否截停它呢？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果戈里的头骨在幽灵列车事件当中起到了作用吗？如果起到作用，是什么样的作用呢？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大文豪果戈里的头骨，他毕竟不是一般人，他在幽灵列车事件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？如果说起到了作用，是不是意味着幽灵列车是一场玄学事件，不是科学所能解释的呢？每次说到这样的神秘事件，都不得不去感慨啊。世界之大，真的是无奇不有。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还是太少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。更多精彩故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